对出差的这个形状啊，通过视觉来判断它的差异。多识的一个概念，就是叫 MISS 啊，这个系统。你如何精准的来，就是获得这些差别的信息？我通过转速，通过声音，通过我的这个决定出来图体，包括后边的沉降。大家好，今天和我对话的隧道学者黄宏伟博士是同济大学2级教授，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所长和国际韧性基础设施联合研究中心主任。他主要从事地下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管控理论与多式智能感知技术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我们将一起聊一聊机器视觉在隧道工程中的应用。机器视觉的主要内涵是让计算机模拟人类视觉功能，通过图像采集、处理、分析和理解，从图像或视频中自动获取信息，并应用于监测、测量、识别和引导决策。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黄教授对应用机器视觉与邓沟隧道工程中的体会吧。黄老师，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白银说税节目啊！我跟你说哈，在我以前跟我们国外的一些，特别是欧洲的同行啊，我们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啊，他们好几位啊说我们两个很像，然后呢，我们这个中国的同行当中从来没有人说我们两个很像。我想了一个原因，中国人看中国人大家都比较熟悉，是容易看出差别来的。这个话题啊，就引到您现在做的工作啊，比如说你现在在做那个对出差的这个形状啊，通过视觉来判断它的差异，是吧？这显然粘土了、粉土了、沙土都是有差别的。那么您是怎么鉴定出那一种差别？因为我们是内行，对这个差别呢是会比较敏感的哈。你鉴定出来这些差别以后，它又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我必然也会问你，你如何精准的来，就是获得这些差别的信息？非常有幸来到白云说税啊这个节目。像白云说税应该讲，这个节目在我们国内、国外这样一个同行里边啊，它的口碑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也非常感谢白总你的邀请啊，能够有这么个机会跟大家能够交流交流啊。你刚刚讲到呢，国外人看就跟我们看国人一样，首先是看相，就是我们讲今天跟我们主席的相关的啊，视觉是通过我们的眼睛来看这个人究竟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俩最大的一个特点，首先一个是白头发，这个是比较主要。另外一个，因为我们俩还有一个比较相像的地方，是比较 open 的，非常的愿意跟外国人来沟通交流。好像我们讲话有点激情啊，所以这一点我就老会判断见，哎，你们俩可能有点像。是。好，话说回来啊，你刚刚讲到这个关于邓沟隧道这一块啊，我们最主要的控制它的安全性。那么什么样的控制它安全性呢？我们总是希望像你白总这么一个我们上海人叫老法师的人啊，就是到下面去看，因为邓沟隧道对于我们邓沟隧道来讲呢，一前一后我最关注的。那一前呢就关注什么地层，后边呢就是我能不能够注浆控制得住，对吧？所以这两个呢是关于到我们邓沟隧道决定的安全风险的啊。那么为什么要用老法师去看，他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现在又没有那么多老法师。因为老法师他有经验，都在他大脑里边，所以这个实际上他就能够判断出来，现在我们可能会怎么样，然后我的决定的参数该怎么调整，能够适应我们的地层。坦率的讲，就不会有什么问题。邓尾的控制又好了，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这样就回到了你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用渣土可以来判断？因为邓沟隧道呢，就尤其对土压平衡来讲啊，我们挖出来的土，它一定是前方地层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应，尽管它已经是被扰动了。就是我就看师傅啊，他有时在看挖了土，一直在看了完后什么回事，马上就告知这个司机可能要调整什么参数了啊。既然人眼能够看出来，我们能不能够用一个什么样的机器来代替它？所以这就是机器视觉就提出来了。因为图像视觉里边采集图像主要是看它的特征有哪一些。首先一个特征，它的颜色是不同的。我们沙土、粉土、粘土，它是 RGB 值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首先看的时候一看成不同颜色，马上就大脑判断它大概是什么土体。第二个呢是它的形状，
比如说像我们这张图啊，这张图做出来以后，这个粘土它是这个粘在一起的嘛，因为它的这个 C 值比较高，所以它就是形状像豆腐块儿一样。就是如果说是沙土，和它一堆的粉土嘛，稍许介于两个的中间，所以它的形状就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这是第二个重要的一个标志啊。那么再一个呢，事实上就是它的这个它的体积情况啊，我们还有一个通过视觉能够看到它的体积。不光是看到它的 RGB 值，还有看到它的这个有多大的方量。那么方量是干什么用的？这个我们盾沟隧道边最关注的是它的地层损失，挖了多少土方？现在是根据矿车里边啊，一咔咔多少，大概估算一下啊，大概地层损失3%或者1%都多少啊？那么事实上还是要靠估算的。那么能不能用视觉来看它？所以我们用深度相机啊，它也是这个电磁波的一种啊，因为它看出来以后，它能看出来它一个是它的形状，还有它的深度。那因为皮带上有存绳的话，咔嗒它1秒钟可以采集几千个针数，所以咔全部把它凑出来，算出它的体积。算出体积以后，跟我们理论上的机器的挖掘图体来对比，好了，我地层损失就得到了。地层损失得到以后，我就可以判断它的地层沉降。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对渣土啊，给我们获取的信息，一是关于盾沟前方地层的它是什么样土性。第二个，我可以知道它的挖出来的土究竟挖了多少方量，我可以推算我们的地层损失，进而来推演我们的这个地层的沉降。机器的视觉的这个方法，不仅是为了区分就是不一样的地层，同时你也通过这个办法来了解我们有没有超挖或者欠挖这种情况，是吧？控制这个出土量。实际上呢，特别是这个控制出土量是意义很大。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的常规的做法就是一箱土，等到说实话，你如果去外面去称出分量来，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滞后了，是吧？所以这个是实时的。刚才你讲到这个机器视觉嘛，其实还有2个热点的词，一个是智能控制。还有一个是智能机械臂啊，我喜欢用那个仿生的方法来做这样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把那个机器视觉看作为人的眼睛，然后智能控制把它看作为人的比作人的大脑，然后呢，智能机械臂呢就把它比作我们手和脚啊。如果这样来说的话，实际上是从这个仿生的意义来进行这样一种比拟，你认为对未来的就是无人盾沟驾驶这样一种，或者是无人矿山法施工，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指导意义？我觉得你呢提的这个仿生啊，用于我们的地下工程的施工是非常好的啊。那么我也完全的同意啊。那么从仿生的角度来讲呢，我们首当其冲的啊，就是说这个我还是围绕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个机器视觉。那么仿生，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机器来替代我们有经验的这个工程师来看到我们的东西，捕捉到很多的信息。那么说到这里呢，事实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机器视觉的，它实际上是通过机器来捕捉到视觉的啊。那么也就是说用某种机器来捕捉到我们的对象它的这个图像，然后再特征提取，然后再进行决策，也就是包括我们的采集数据和图像特征分析，一直到研判和到我们的决策。所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觉的信息呢，我们捕捉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对吧？就是刚才除了我们渣土信息之外的还有我们盾沟后边的这样一个就是注浆它的这个究竟注的怎么样？现在我们的做法基本上还是通过沉降来觉得沉降大了再去2次补偿注浆。那事实上呢，我们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用这个雷达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电磁波，也是微波嘛，对吧？然后它能够看到，不光是看到表面，刚刚我们讲的 RGB 值呢是看到表面的颜色的形状的，那么它能够穿透到后边几米级范围里面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它能够知道究竟我的注浆注到哪里去了，注的效果怎么样。比如说我的盾有空隙15公分，结果你这注到10公分，那它不沉降才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借助这些东西，那么其他的一些仿生的我觉得信息，那么多元异构信息那么采集的量可能会更加多一点。实际上我早期的时候我也提过一个就是多时的一个概念，
就是叫 MISS 啊这个系统。所以，但是它英文上是 Multi-Insight， 就是一个多实的一个智能的一个感知的这么个东西啊。实际上，更多的在我们土木工程里边或者隧道里边，我们做的是一个接触的。贴上去以后，接触上我能感知到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它的应变，比如说它的温度等等啊。另外呢，就是还有震，还有声音。那么当然震它不是电磁波了，它是一种机械波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一种这个从多实的角度上来对这个信息进行一个提取和判断。那这样的话，就对于我们无人驾驶的盾构隧道，它不只是看，它还有接触各种，比如我们盾构的姿态，盾构的姿态。看你说也能看出来，但是从你看到的时候，估计就已经晚了。所以它靠接触到的东西来去做它。还有呢，比如盾构机，我们的或者是 TBM 啊，切削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我能够对地层也进行一个判断，对周边的环境影响也能够进行一个判断。那这样所有的信息我获取以后，这样我的无人驾驶，我获取足够多的信息，我才能够提升这么个无人驾驶的这么一个水平。那目前呢，事实上我们大家知道，这白总你也是这个隧道公司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目前它事实上到一个 L2 到 L3 这么一个水平上啊。那么目前进度呢，就是说3点几估计可能在有望，后面能不能到 L4 真正的做到一个无人驾驶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器视觉作为我们这个多实感知里边的一种最重要的一个接触的这个信息获取的一种方式啊。前2天我也去这个上海的工地上看这个我们的施工运输也是实现了无人驾驶。可是我把这个照片、视频啊放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就发现了很多人呢并不喜欢，说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以后就没活干了，我们不是失业了吗？怎么办？不只是这几年，事实上有好多年前，至少7、8年前，大家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啊。因为年轻人不来，这个干体力活呢又靠年纪大的人又没办法干，所以这最担心的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呢，这个势头你想回避它是回避不了的，你必须怎么样利用借用这个春风，怎么来去做它。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呢，看似说你刚刚讲到有人说，哎呀，这个替代了我们这个没有活干啊，看似好像抢了他的饭碗了。事实上，我觉得是不矛盾的。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它的这个发展啊，一定有它的有利的地方，当然也有它有弊的地方。那为什么不去转到另外一个行业上去呢？为什么非要盯住我去开这个大货车，我就一直开着大货车，对吧？为什么不去做后台的控制大货车的这个司机呢？因为现在后台上，你看看说是无人驾驶，上后台上还有很多有经验的司机在来坐着。我们一个盾构机，实际上在掘进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获取信息的一个载体，因为它不光是您所说的，了解了这个土扎进来多少，周边的这个信息，其实工程地质、水文信息也获取了。或者说以前有的，但是不那么精准，现在一挖以后都非常精准的获取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信息载体来说，您认为它对于我们将来的一个智慧城市啊，它是能够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贡献？也就是说，它光是在获取信息，它在怎么样提供信息方面，为一个智慧城市像上海这样一个智慧城市，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我很同意你的这个看法啊，因为盾构隧道在推进过程中，它在穿越这个地层，实际上也就是穿越这条线上，以及它所影响的一定的范围里边的地层，或者是周围有邻近的建筑物信息，从各种各样的渠道都是可以捕捉得到的。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多实感知的东西啊，就盾构隧道它推进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发展的趋势非常非常快啊，我通过转速，通过声音，通过我的这个掘进出来图体，包括后边的层量，我能够对我隧道穿越的所有的东西，基本上地层信息、周边环境全部能够捕捉得到。也就是说，我们多元异构信息获取，通过盾构隧道可以获取的。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想一想，我们在上海地铁1000多公里，后边还有400多公里，那整个地下的东西我们基本上在大范围里边，我们地层的信息都已经比较清楚了。还有我们其他的盾构隧道所穿越的这个地下的这个工程所以把所有这些数据信息收集来了以后，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地下信息的一个
一个信息库，对吧？包括我们速度孪生啊等等，我们都需要不只是上部结构的信息，上部结构信息你说我看得着摸得着，无人机叭飞一下，对吧？那么所以都采集到，但地下你说我做好的隧道，无人机也可以飞一下，那是后边的。但是前面地层里边的东西，无人机在隧道里边飞是没办法看到背后的这个地层信息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施工的时候能够捕捉到这么多的信息。那这样的话，我们把我们盾构隧道穿越到的各种各样的数据进行数据的聚类分析，然后对地层进行一个再认识。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对地层的可视化就能够做到了。那这样地上地下一体化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可视化，那这样对于我们未来的智慧城市的发展是非常之重要。因为智慧啊，我记得我早期大概10多年前我在日本做报告的时候，我跟日本人讲过这个智能感知、智慧感知。什么是智？智是我们中文上大家看得到，上面一个智，下面一个智，天天你要获取知识的哦。所以你说某一个人是智者，他一定是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对。所以智所以智就是信息。那慧当然我们就是慧，从慧上来讲就是一个扫帚就是倒过来的扫帚，清扫你心灵的垃圾的，也就是我们的数据清洗。哎，你这个比喻对日本人来说，他们还比较容易理解。我上次讲到他们是非常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有一些汉字嘛。汉字。这个如果你跟美国人讲，他就不懂了，不懂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啊，我们不光获取的数据，我们的数据的这个质量，那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获取大量的高质量的数据好了以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变成那个数据资产，数据资产的管理，那这样为我们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未来的智慧城市啊，那么打下了个坚实的一个基础。我们这个节目也到这里就结束了哈。希望我们的观众啊能够欢喜我们的白云说税节目。希望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啊！再见！非常感谢各位啊，也再次感谢我们白云说税的这个发起人白老师。再见好，再见。